人类真的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吗？许多科学家认为，地球并非宇宙中唯一孕育生命的星球，但考虑到宇宙的浩瀚，据估计，宇宙中约有2万亿个星系，或许有没有其他智慧生命，还真不好说。根据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诺丁汉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银河系中可能存在36个具备通讯能力的智慧外星文明。但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个如此具体的数字的呢？研究人员表示，这个估算实际上还算是相当保守的。他们依据的是外星智慧生命的形成方式与地球智慧生命相似这一假设。科学家们认为地球并非特殊案例，倘若存在一颗与地球相似的行星，它围绕着类似太阳的恒星运行，且其上孕育的文明在技术发展路径上与人类相似。同时假设智慧生命的形成需要50亿年，那么在我们的银河系中至少会存在36个类似地球的智慧文明。此前，关于外星生命的计算多基于德雷克方程，该方程包含7个用于推算智慧文明数量的关键因素，但由此得出的估算范围极广，从0到数十亿个智慧文明不等。而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新数据和假设对德雷克方程进行了优化，最终发现银河系中可能存在4到21个智慧文明，其中36个是概率最高的数值。然而找到这些文明则是另一回事。科学家们表示，这些潜在的外星文明可能距离地球数千光年。不过我们可以先从比邻星 B 开始探索，它是距离地球最近且可能孕育外星生命的系外行星。这颗充满吸引力的行星位于比邻星的宜居带内，宜居带又称为金发姑娘区，指的是恒星周围的一片特定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行星表面的条件恰好能让液态水存在。宜居带的温度极为理想，若行星离恒星过近，温度会过高，导致水蒸发；若离恒星过远，温度会过低，导致水冻结。而宜居带的温度范围则能为我们已知的生命形式提供生存和繁衍的可能。比邻星 B 的体积与地球十分接近，其质量约为地球的 1.17 倍，这意味着它的直径仅比地球大 10% 左右。此外，比邻星 B 很可能处于潮汐锁定状态，即行星的一面始终朝向恒星，处于持续的白昼之中，而另一面则永远背对恒星，陷入永恒的黑暗。潮汐锁定可能使比邻星 B 形成3个截然不同的气候带：面向恒星的炎热昼半球，背对恒星的寒冷夜半球，以及介于两者之间可能适合生命生存的晨昏带。倘若比邻星 B 上存在外星生命，潮汐锁定带来的独特环境可能会促使生命进化出非凡的适应能力。在持续受恒星照射的昼半球，生命体可能已进化出抵御恒星辐射的能力，或许会形成保护机制，或利用持续的光照，比如通过类光合作用过程为自身获取优势。而在夜半球，生命体可能已适应极端寒冷与永恒黑暗的环境，或许会依赖的热能或其他非恒星光能的热量来源生存。若比邻星 B 上真的存在智慧外星生命，其意义将极为惊人。这将表明智慧生命在银河系中可能十分普遍。银河系中约有4000亿颗恒星，仅有的2个智慧生命行星恰好是邻居的概率在天文学尺度上极低。这一发现或能为外星文明的星际旅行能力提供线索。如果这些邻近的外星生命尚未与地球建立联系，可能存在2种情况：要么对更先进的外星文明而言，星际旅行的难度仍远超我们的想象；要么他们的技术水平不如人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或许会成为首个进行星际访问的文明，届时我们反而会成为造访他们星球的外星人。不过我们也需保持理性，这些设想目前仍完全是推测。地球之外是否存在生命，更不用说智慧生命了，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另一个可能孕育外星生命的候选者是开普勒62一，这是一颗超级地球，距离地球约1200光年。它之所以引人注目，原因如下：开普勒62一的体积约为地球的 1.6 倍，这意味着它的质量和重力可能与地球相近。它围绕着一颗比太阳更小、更冷的恒星运行，且处于该恒星的宜居带内，这为液态水的存在创造了潜在的理想条件。目前有一个强有力的假说认为，开普勒62一可能是一颗水世界，
其表面大部分甚至完全被海洋覆盖。这意味着该星球上可能存在多种水生生命体。若开普勒62e拥有大气层，研究认为其大气层可能多云、温暖且潮湿，甚至延伸至极地地区。即便它真是一颗水世界，这可能会让我们已知的文明形态难以发展，但并不排除存在高级海洋生物的可能性。尽管开普勒62e存在生命的想法仍属推测，但凭借这些有利特征，它仍是寻找外星生命的核心候选者之一。不过，由于它距离地球过于遥远，我们目前的技术无法对其进行详细研究，以证实这些猜想。格利泽 667cc 是另一颗可能孕育生命的超级地球，这颗行星的半径约为地球的 1.7 倍，距离地球约23光年。它属于一个三星系统，这意味着若你站在这颗行星表面，或许能看到天空中有3颗太阳。格利泽的主恒星是一颗红矮星，其质量约为太阳的1/3，因此像格利泽这样的红矮星寿命可达1500亿年，是太阳寿命的15倍。即便格利泽目前不存在外星生命，但这个恒星系统长达1500亿年的潜在寿命，也为生命的出现和进化提供了更充足的时间窗口。这段漫长的稳定期远超太阳的寿命，足以让复杂生命在该行星的后期演化阶段逐渐形成。格利泽是围绕这颗红矮星运行的5颗行星之一，其中3颗行星位于宜居带内，这使得该恒星系统成为寻找外星生命的重要候选区域。但和其他候选行星一样，格利泽上是否真的存在生命仍是一个谜。我们目前缺乏能直接探测如此遥远星球上是否存在生命的技术。不过，对格利泽这类系外行星的研究有助于天文学家理解生命可能在何种条件下诞生，以及银河系中宜居星球的普遍程度。开普勒22b 是另一颗极具吸引力的系外行星，同样被归类为超级地球，其半径约为地球的 2.4 倍。目前科学界对这颗行星的构成仍存在争议，它可能被广阔的海洋覆盖，也可能是一颗气态行星。但参与开普勒项目的部分科学家认为，若开普勒22b 是一颗海洋星球，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或许存在生命。海洋星球的设想之所以特别有趣，是因为它为水生生命体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开普勒22b 距离地球约640光年，以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平，尚无法对其进行直接探索。不妨设想一下，若开普勒22b 上存在一个先进的外星文明，他们用精密的望远镜观测地球，那么他们看到的其实是1384年时的地球，也就是中世纪时期的地球。这种时间延迟源于光的传播速度，即便光是宇宙中速度最快的物质，从地球传播到开普勒22b也需要640年。但即便640光年听起来十分遥远，它也仅占银河系直径的不到1%。迄今为止，我们对系外行星的探索仅仅触及了银河系中潜在宜居星球的冰山一角。根据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的数据估算，仅在我们的银河系中就可能存在多达3亿颗潜在的宜居行星。考虑到这一点，银河系中仅存在36个潜在外星文明的估算似乎显得格外保守。不妨再做一个假设，若每个星系中仅存在一个智慧文明，那么结合可观测宇宙中约有2万亿个星系的估算，宇宙中至少会存在2万亿个智慧文明。面对这样的数字，我们不得不谦卑地意识到，从宏大的宇宙视角来看，人类文明或许只是一粒微小的尘埃。当我们凝视星空时，或许应该问问自己，在这充满无限可能的宇宙中，我们将留下怎样的印记？